这几天微软、亚马逊、Google 分别发布了最新的财务报告。我们作为关心 AI 产业的投资者，今天一起来从近期3家公司在 AI 方面的进展和 Capex 相关做法，相信今天的内容至少可以回答一个问题：这3家公司还需要买记忆体内存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Edward 的公司研究频道，希望我们共同打造一个既看数据又听故事的交流社群。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研究内容，希望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分析给身边有需要的人。3个月核心营运进展横向对比。微软生态系变现与 OpenAI 合作关系重构。微软长期依托企业级 SaaS 加 Azure 云端基础设施加订阅制 AI 助理的3位一体商业模式，建立起极具粘性的企业 IT 生态矩阵。在最近3个月中，微软重构与 OpenAI 的合作条款。微软主动放弃了 Azure 对 OpenAI 模型的独家托管权，改为非独家。OpenAI 可在其他云端提供服务，同时不再向 OpenAI 支付产品营收抽成。作为交换，微软获得至2032年的非独家技术使用权，且 OpenAI 向微软的营收分成。协议延长并设定至2030年，此项变革显著降低了微软对单一模型供应商的独家依赖，极大化了解取除法律与反垄断监管风险，同时保有底层技术的使用自主权。在产品与变现端，微软推出 Agent 365，将 AI Agent 自动化能力无缝导入企业安全与办公流程，实现了显著的处理效率提升。Microsoft 365 Copilot 付费席位已正式突破3000万，成功验证了按户收取订阅费，每户每月$30商业模式的可行性，旗下挨着年营收已突破1000亿美元。在基数庞大的背景下， Azure 云端业务年增率从上一季度的约 39% 到 40%， 进一步加速至 43%， 且管理层给出 FY 2027 Q1 约 45% 的强劲指引，展现出远超同行的大规模变现能力。亚马逊 AWS 重新加速与自研晶片生态放量。亚马逊的核心商业模式由 AWS 云端基础设施加高利润广告加全球电商与物流构成双轮驱动。近3个月的数据显示， AWS 增长显著重拾动能，单季营收达 422.3 亿美元，年增率从前一季度的约 28% 大幅加速至约 37%， 18个季度以来最快。为履约云端合约积压金额升至约4960亿美元。亚马逊成本控管的核心在于其自研 AI 晶片 Trainium 与 Inferentia 产品线，目前其自研晶片业务的年化跑率已突破250亿美元， AI 与 Chips 业务各自超过250亿美元，显著降低了对高昂第三方 GPU 的依赖，大幅改善总体拥有成本。在生态扩展方面，亚马逊深化了与 Anthropic 的战略合作。Anthropic 承诺高达 5GW 的算力需求，并与 OpenAI 签署了约 2GW 的 Trainium 算力托管协议，打破了市场此前对亚马逊在 AI 基础设施领域进展缓慢的疑虑。此外，年化跑率接近或突破800亿美元的高毛利广告业务，持续为公司提供稳健的现金流支撑。Alphabet 全站 AI 研发与云端高增长下的资本压力。Alphabet 采用高利润搜寻与 YouTube 广告驱动 AI 基础设施研发，并透过 Google Cloud 转化为 B2B 企业级收入的闭环模式。最近3个季度中， Google Cloud Platform GCP 展现出3巨头中最为迅猛的增长爆发力，单季营收达约 247.7 到248亿美元，年增率高达约 82%， 营业利润率大幅扩张至 35.6%， 未履约订单累积至约5140亿美元。Albert 的底层优势体现在全站自研能力，包含自研 TPU8i/8T 晶片，
Gemini 3.5 多模态大模型系列，以及月活跃用户数约 9.5 亿的 Gemini 消费级应用入口，其 API 吞吐量约每分钟220亿 tokens。然而，全站研发与扩展的代价是资本支出的急速膨胀，高昂的数据中心建设大幅压缩了短期自由现金流，使得二级市场对其资本分配效率产生强烈分歧。财务表现透视资本支出轨迹与自由现金流冲击。3家公司在最新的财务周期中均呈现强劲的顶线营收增长，但在营业利润率与净利润结构上展现出不同的财务体制。资本支出与自由现金流的动态关系是当前机构博弈的核心。微软日历年2026年 Capex 先前预计约1900亿美元，年增约 61%， 因数据中心使用年限延长15年、25年，导致租赁会计重分类，报告数字调整为约1750亿美元，但实际投资计划不变。尽管短期仍有现金流挤压现象，但管理层释放了极其关键的战略讯号，实际支出纪律相对清晰，且 Azure 增长加速。这种云端营收加速 Azure 加 43% 到 45%， 而报告 KPX 数字平稳的组合，使微软成为展现 AI 投资资本回报率 ROIC 可信性较为明确的巨头之一。亚马逊2026年 Capex 预算已上调至约2200亿美元，因记忆体成本上升，近12个月自由现金流已转为负约76亿美元。尽管如此， AWS 的营业利润率保持在约 37.7% 的高位，且自研晶片放量与电商效率提升，有效消化了部分资本开支压力。 Alphabet 的 Capex 压力最为显著， Q2 单季 Capex 达到创纪录的约449亿美元，同比翻倍，导致自由现金流出线上市以来首次单季转负，约负59亿美元。管理层将全年 Capex 指引从1900亿美元上调至2050 亿美元，且预告2027年支出将进一步显著增加。在缺乏明确利润率保护承诺的情况下，此类激进扩产直接引发了市场对 Alphabet 资本开支失控及自由现金流持续承压的疑虑。高管团队在应对资本密集型竞赛时展现出不同的沟通与执行效率。微软高管团队展现出极高地战略敏锐度与财务纪律。Satya Nadella 强调 AI 业务规模已超越公司建构数十年的传统业务。CFO Amy Hood 精准指引了 Capex 的顶峰，并详细说明了成本优化路径，如 OpenAI 推理吞吐量提升 50%， AI 负责人 Suleiman 推出7款自研 MAI 模型，直接应对第三方授权成本问题。亚马逊高管团队 Andy Jassy 展现了卓越的营运杠杆调控能力，在承受 Project Leo 卫星项目单计约10亿美元营业利润拖累的同时，依然交付了超越预期的营业利润与 AWS 加速数据。Alphabet 高管团队则面临沟通挑战。虽然 Sundar Pichai 强调 AI 转型才刚进入早期阶段，但新任 CFO Anna Ashkenazi 上调 Capex 指引且未能给出明确的利润率保护承诺，引发了资本市场对管理层成本控制力的疑虑。二级市场估值分析师价格区间与转折点监测，如果用分布加总法 SOTP 与自由现金流折现法 DCF 对3巨头进行估值定价，仅供分析参考。微软 SOTP 估值模型中， Azure 云端业务采用 EV/Sales 估值，给予2027预测营收1200亿美元，约12倍乘数，得出估值 1.44 万亿美元。生产力与 Sales Office Copilot 采用 EV 比 ITDA 估值，给予25倍乘数，得出估值 1.50 万亿美元。个人计算与 LinkedIn 估值约3500亿美元，总权益价值约 3.29 万亿美元。
对应每股合理价值约445至480美元。DCF 模型在 WACC 等于 8.5% 永续增长率等于 4.0% 假设下，得出内在价值为每股510美元。亚马逊 SOTP 模型中 AWS 独立估值基于2026年预计1600亿美元年化跑率，给予10倍 EV Sales 得出估值 1.60 万亿美元。电商与物流给予 1.2 倍 EV Sales 得出估值6000亿美元。高利润广告业务给予15倍 EV EBITDA 得出估值7500亿美元。 SOTP 合理估值为每股305至320美元。 Alphabet 估值模型面临修订，尽管 Alphabet 当前前瞻市盈率仅约27倍，表面极具吸引力，但由于 Q2 资本支出翻倍且自由现金流转负， DCF 模型中的 Capex 扣除额大幅上调，导致 FCF 折现模型得出的每股内在价值被压缩 12% 至 15%。 目前分析师最高目标价依据为假设 AI Capex 顺利转化为 Azure 45%加或 AWS 33%加的加速增长，且毛利率未受侵蚀。最低目标价依据则假设 Capex 持续膨胀但云端增长停滞，引发资本回报率均值回归。可以考虑重点关注3项指标：一、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开工量与购电协议，重点追踪电力供应瓶颈对数据中心上线进度的影响。二、GPU、TPU 租赁现货价格，若算力租赁价格大幅下滑，预示产能过剩，将触发分析师下调目标价。三、Capex 与营运现金流比率，一旦该比率连续2季高于 100%， 将引发信用评级与估值倍数的下调风险。多空叙事，微软多方叙事认可度最高，多方认为 Capex 拐点已现， FY27 支出平稳。Azure 增长高达 43% 到 45%， 证实了 AI 需求变现能力。Copilot 订阅用户提供高毛利的 SaaS 增长引擎。空方则认为短期估值倍数偏高。OpenAI 合作关系重构后失去了独家竞争壁垒。亚马逊多方叙事聚焦于 AWS 增长重回约 37%， 加速轨道。自研晶片年跑率破250亿美元。广告业务高毛利贡献流动性。空方则担忧一年约2200亿美元。Capex 导致自由现金流转负。Amazon 利有卫星项目持续失血。Alphabet多方认可 Google Cloud 增长 82%， 冠绝3巨头。Gemini 9.5 亿 MEU 展现生态实力。然而空方叙事认可度极高，主要打击其首度出现单季负自由现金流，符59亿美元，且2027年 Capex 仍将显著增加。市场担忧其 ROIC 严重恶化。市场中有流言称微软因电力供应瓶颈将延后 15% 的 Azure 数据中心上线时间，目前认为存在一定可靠性，电网容量限制客观存在，但微软通过 Fairwater 数据中心设计与核能 PPA 协议缓解了冲击，已被 45% 的 Azure 高指引抵消。我们的考虑与总结，微软与 Alphabet 均指出，欧洲与中东国家要求在本地建构符合数据主权的 AI 基础设施，推动了 Mistral、Cohere 等区域性模型的兴起。此外，亚马逊的 Project Leo 卫星联网服务虽然短期造成约10亿美元的利润拖累，但若在2026年 Q3 顺利商用，将在全球边远地区物联网与云端边缘计算领域开辟全新市场。微软是3巨头中展现 AI 营收加速。Azure 加 43% 到 45%， 与报告 Capex 数字透过会计调整呈现平稳较为清晰的公司。其 Copilot 的3000万付费席位与 Agent 365奠定了极高的商业化壁垒。虽然短期估值不低，但其胜率与风险回报比最为清晰。AWS 增长重回约 37%， 加速通道。自研晶片突破250亿美元跑率。
大幅降低了硬件成本，高利润广告业务提供强大盈利垫底。尽管约2200亿美元 Capex 压低了自由现金流并使其转负，但其营运杠杆与电商效率提升，能有效消化部分资本开支压力。均线支撑位附件逢低可以研究。尽管 Google Cloud 实现了约 82% 的惊人增长， Gemini 生态亦极具竞争力，但 Q2 资本开支暴增导致上市以来首次单季负自由现金流约负59亿美元，且高管预告2027年 CapEx 将继续显著增加，在管理层拿出明确的资本回报率回升证明或更严格的成本控制方案之前，二级市场估值倍数将持续承压。如果这份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不要吝惜你的点赞，这是支持本频道最简单的方式。也告诉我你想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并订阅频道，你的点击对我们至关重要。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不适用投资建议。我们下期再见。